们从中国开房车一路来到了法国的巴黎，现在在凯旋门的门口。这边房价是20多万人民币，它这帐篷差不多也得个20-30万。哇，路边好多这种流浪汉的小帐篷。哦，他是叙利亚的难民。自驾出国前就听说了很多关于法国的传闻，看到新闻就有人曾经在这个隧道里被砸车抢劫，还听说过来法国没被偷就不算来过的说法。今天我们把房车从中国开到了巴黎。哇，埃菲尔铁塔晚上好漂亮啊！一起来看看这个浪漫与小偷并存的法兰西吧。前往这个法国一直听说比较乱嘛，所以就是还蛮紧张的。买了一顿午餐是差不多8欧。你看它现在这个食物上面健不健康都会打这个标记，像这个就是 B 级，就是还蛮健康的。汉堡我刚刚没看，它居然是个 D 级。收到短信通知的时候知道啊，到法国没有任何检查站。浪漫的法兰西。我们进这个收费站了，拿一个这个牌子，等出高速的时候缴费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前面这2个车在高速开得特别慢，这俩司机竟然在高速上打开车窗聊天。大概聊了几分钟之后，又突然加速跑了。我们要下高速了。好，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巴黎了，希望我们的旅程一切顺利吧。现在来到巴黎旁边的小镇子了，先来这里找朋友，找他续签一下我们法国的签证。我们的朋友来了，你好，就是那个二锅头，还有就是送给你小孩的一些小礼物。好，谢谢。你在这住多久了？在法国一共待了14年，好长时间。那法国人他们主要就是说法语、英语，就是生活当中不经常用什么？可以体验一下，就是跟这个不认识的法国人，尤其是稍微上点岁数的，如果说点英语，他们会特别鄙视。哦，你好。你好。啊，老婆好漂亮。好。你好。这是你的大儿子是吗？你还有一个在后面。非常幸福，2个孩子。为什么北欧跟这边差的感觉这么多？就是为什么一到这边会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因为北欧它就相对来说很独立，它没有什么人员的交流。北欧人一直是北欧人，是吧？但是你法国来说，法国它像英国一样殖民了半个非洲，有很多这个文化上的冲突。那你这边的话，教育怎么样？教育挺好的，反正是从幼儿园一直到这个研究生都是不要学费。浪漫的法兰西，请给我一点浪漫吧，少一些冲突。那姐姐拉着手，拉着啊，老婆拉着。会说中文吗？会说中文吗？会叔叔。中文。讨厌。2岁半，马上就要到学语言的年纪了。那你妻子会说中文吗？比较少。特别一点点，特别少。这个中国餐厅我们已经去吃晚饭啦，看到他们一家4口，真的是好温馨哇。哦，这是个自助，好多寿司啊。然后今天呢，我听到一个最有趣的事儿，就是有些法国人认为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边自助餐还挺多的，然后可以在这里挑一些菜，然后去那边加工，还有好多水果。从这个北欧出来之后，感觉南欧的物价真的是很便宜啊！哇，这边海鲜还挺新鲜的。在法罗群岛就想吃这个鳌虾。没吃到，买到了冷冻的，结果这儿21.9块，随便吃。怎么样？新鲜的。我俩刚到法国嘛，这是我们第1餐，所以法国的都这么好吃，性价比这么高吗？那不是啊，因为郊区的物价就比巴黎市区要便宜1半。一共花了这个110.3欧，4个成年人，小孩不算钱。小孩是3岁以下不算钱。对，这个物价还挺不错的。感谢。晚安，明天见。拜拜。过来吃早饭啊，拜拜。今天办这个续签，碰到这个人太好了。异国他乡的新朋友给我们带来了温暖，然后还吃到了一餐非常好吃的海鲜子。就要是没有他，我们今天停错地方可遭老罪了。因为从机场到巴黎市中心这条路啊，都是黑帮区。如果说停错地方，那哇天哪，这车肯定没了。这晚上真有点吓人呢。啊，找到车了。好，一切都非常的安全。我们这个续签呢，要再等2天才能知道结果。The next morning， 昨天就在法国这里停了1天，今天我没有去埃菲尔铁塔。我先去找一下帮我们续签的朋友，他说他早上做了饭，说一块吃一下。我看欧洲好多人都开这个品牌的车，这是法国本土的是吗？这是我们村的房地产中介，右边这一片是
租房子的价格，1150欧一个月哦。，2室1厅66平米的房子，它是没有公摊面积啊，所以纯使用面积。巴黎市区的话，这个价格要乘以3。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买房子的价格，买房子它就相对便宜一些了。180平房子68万欧，这个买房价格比租房价格合适多了。你是住在2楼，在法国的2楼，中国的3楼。这种房子大概得多少平？我家房子不大啊，是只有大概60平。啊，你们当时回北京办的婚礼哦？对，回北京办了一个中式传统的，他坐的轿子，然后我骑着大马。一回头怎么又一个小孩？一看假的，真的在这里。真软呀，它这个厕所。家有个复式，那是上下2层，一共55平吗？对。像你这边楼上楼下都有厕所是吗？上面有一个厕所，下面有个厕所，然后洗澡间在上面。这是一个金属的这个。对，金属的帘子，因为这边的房子都没有空调，所以夏天的时候就靠这些金属的挡板把这个外面的热给隔绝一下。法国人吃早餐就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早餐会吃甜的。这两个都挺好吃，因为它面包本身比较硬，没什么味儿，加上它配上这些各种各样的酱，就会显得很好吃。你当然还可以尝一小块这个，这是他妈妈昨天自己做的。阿姨做的这个应该不一样，这是用苹果做的。现在做的果然就是很好吃，很嫩。这是他们吃最多的酱，一种巧克力酱。哦，这个好吃哎，谢谢。他让我吃这个肉饼，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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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两个穿的这么游客，去小偷现在最多的法国巴黎，去埃菲尔铁塔，金牌神偷都在那里。但是我们俩其实没什么可偷的，走吧。有昨天的朋友告诉我们，这边游客呀，在法国巴黎被偷的概率非常大，尽量不要带什么太多东西，一会儿请他们一家吃饭。然后他说，这个法国乱还有个原因啊，就是说帮派比较多，然后这里如果被偷东西啊，没有涉及到生命伤害，警察是不给立案的，因为太多了。哎，他们这1层挺好的，还能送个大花园。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就是奶爸萌娃带我们逛巴黎。那你之前有没有被人盯过？就是开车进巴黎？有，车的这个车轱辘被扎过3次。咱们换备胎，所有人下车，然后在工作的这个时候，同伙就会过来偷东西或者抢东西。我自己被偷价值最高的一次就是接待一个团。回来在巴黎吃了一顿那个土耳其烤肉，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发现我的双肩背不见了，2、3千欧元的现金，有一个价值2000欧元的笔记本，然后还有各个乱七八糟的，估计得有7、8千欧元吧，5、6万块钱哦。对，然后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补办各种手续，超级麻烦。就是这些底层的人，如果不偷东西，他可能就是纯吃福利；但是他偷了这些，政府没有损失的前提下，让这些底层的人还不用领政府的救济，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平衡。练习2年半的小导游，非常沉稳。这个桥洞是危险中的危险，因为又堵车，然后这个里面又看不清。它这个旁边会有紧急通道，它是有一个人行道，人行道从这个小门里咔冒出个人。把你玻璃一砸，一抢走，这又回到这个小胡同里面。法国也有海尔哦。对，咱们现在在巴黎的环城线上，这环城线的大小就类似于北京的3环，左手边就是小巴黎，大概有260万常住人口。巴黎是全欧洲最大的城市。哦，他是叙利亚的难民，然后给他2块钱，帮助他这个吃一顿饱饭。我们是要开车穿越这个凯旋门吗？咱们没有这么大脸哈，能坐车穿过凯旋门的戴高乐将军，2战解放了法国的人，2018年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法国足球队。能从凯旋门正下方经过，其他所有人都不可以。能走着过去吗？走路也走不过去，是因为它周围有一个12条路的星形路口，只有车能开。等一下，我带你们从一个地下通道走过去。游客是可以上这个凯旋门顶的，是吗？对，游客可以花钱买门票上去。自己过来的话，要不然打车，要不然坐公共交通进来。坐地铁安全吗？不安全。打车最安全啊，但是打车你要尽量用现金付款。出租车你用卡付款的时候，他复制了一遍你的卡，他问你什么时候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中10几个小时，他会不断的刷你的卡。听着安全吗？我看这有好多流浪汉在这。对，前面还有一个流浪汉帐篷。这边房价是20多万人民币，他这帐篷差不多也得个20、30万。你好，游客。你好，游客。我现在用手机付一下停车费，所有市区的停车位置都是6欧元每小时，大概50元人民币1个小时。远远的看到了埃菲尔铁塔的尖尖。这个现场看，感觉这个门好壮观呀，这么大。它高50米，宽45米，厚呢有22米。4个角落有4幅大的浮雕，分别是压迫、反抗、胜利还有凯旋。每年的7月14号，法国的国庆节都会在中间的门洞里面竖起一幅30米高的法国国旗，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会在这个凯旋门上面进行国庆的阅兵仪式。这些名字都是当年追随拿破仑的将领。
刚刚我们了解到，就其实这边法国人他的英语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不屑于学英语。其实他们法国会英语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一般都说法语，他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去跟别人沟通。只有英雄和军队才可以从这个正门过来。请硕导他们吃个午餐，让我们安全的畅游了巴黎。这一家主要就是一个海鲜店，各种海鲜大餐。这家店还挺热闹的。这菜单是这样子的，咱们点的是这个126.8块的这个大份的。今天中午呢，由我来请客，由全师傅来买单。哇，这么大一盘啊！这边法国的海鲜真的性价比很高啊，还送一盘薯条，然后还送一个海鲜汤。迫不及待的全师傅啊！还正好每人1只这个大龙虾。哇，这家店不错耶，硕导推荐的相当好呀。今天好吃，超大的墨鱼仔。哇，这边海鲜烧烤不错呀。硕导是中国人，所以他挑的东西都很符合咱们的口味。来，大家来一个龙虾，红红火火，好多黄啊这个。哇，它这边烤虾的个头超大，关键它这全都是虾的黄。哇天哪，这个个头真大。哇，可以，这家不错，这一份真多啊，到最后都没怎么吃完。全师傅付款时间了，126.8欧元，再加5欧的小费，这一顿差不多1000多块人民币。走在法国的街头，我突然间想起之前那个新闻，不是有一个中国人在这被抢了吗？这边官方的回应：如果你来法国旅游，没有做好被抢的觉悟，你就不应该来。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送给法国这边的建筑。这是一个游船，就是可以看法国的这些个风景。这个游船有1个小时，船票是15欧1人，小孩是6欧。硕导给带的票。这景区的可乐是4欧，3瓶可乐就差不多100块钱。平时在超市呢，1瓶是1欧。爸爸跟我们讲，你要坐游船，最好的位置就是前排的正后，可以看到很多风景。而且咱们在船头，随时可以走到船头，就像那个泰坦尼克一样，拍这个最漂亮的风景。我有个问题啊，如果从中国坐飞机过来，在这玩1周，得花多少钱1周？1周可能玩的不太，就是比较紧张，咱们就按10天来算。往返机票直飞大概是1万人民币，然后平均1晚4星的酒店含2个早餐，大概是200欧元1晚，10天就是2000欧元，16000人民币。吃饭景点每人每天1000多人民币吧，加起来就算1万。有个司机导游陪着，加起来一共是4万或者4万多人民币，就玩的话比较舒服了。就是4到5万人民币一个人，可以在这玩10天，玩的比较 OK。你们觉得这个价格贵吗？然后后面这一座就是全巴黎公认最漂亮的一座亚历山大30条。奥赛博物馆，它也是1900年跟亚历山大30条同一时期建的，当时是一个火车站，后来被废弃之后呢，改成了博物馆。左手边面是卢浮宫，这座桥叫蓬佩萨艺术桥，然后艺术桥的对面就是法兰西美术学院。是桥边常住的难民。哇，路边好多这种流浪汉的小帐篷。哇，坐这个船好方便啊，基本上把这个巴黎市中心都能看到。后面就是埃菲尔铁塔。好近呀！为什么这个埃菲尔铁塔总能代表着爱情？然后它其实背后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是它的设计师居斯塔夫·埃菲尔，他呢跟他的妻子非常的恩爱，他就希望能够建出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塔。但在他建这个中途呢，他的妻子就不幸去世了。于是呢，他后面把它建好之后呢，就一个人站在塔顶，就去想念他的妻子。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很对啊，就是故事好看在它的不圆满，情歌好听在它的遗憾。因为这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背景，让它赋予了一层爱情的含义。这座比尔哈肯大桥就是《盗梦空间》里面小痞子教他的徒弟造梦的时候，他徒弟说在巴黎上学的时候，每天都会经过这一座。戴安娜王妃当时就是在这个火炬下面的这个马路上去世，大家就献花给戴安娜王妃，这是纪念她。车放在这有没有问题啊？完好无损，挺好。我们现在到了圣心教堂，这个教堂呢是免费参观的，它的对面呢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巴黎全景。你看它这个锁多到已经挂不下了，就知道这是一个许愿圣地。这是一个许愿池，好多人把硬币投进去许愿，我们也来许一个。这个币呢，我给你投了，你呢记得许愿，然后呢给我点个赞。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12.5欧元，这个视频要107欧，差不多小1000块钱。刚才我们进圣婴大教堂，他要把包打开检查一下，这是我们在欧洲景点第一次打开包检查。他拉的真好，我要给他投币。法国也有卖煎饼的，我天哪！我们现在在的是画家小镇。毕加索当年没成名前就在街边画画，很多画家都在街边画画，包括现在也是。画的好像啊，很传神。这个卖冰箱贴的，买一个铁塔。它的琴上面有一只黑色的猫咪。然后好多人给他投币，这个绝了。法国不是鼠灾比较严重嘛，他们直接美化老鼠。他这个教堂为什么建呢？他们当时许愿说是希望德国不要把他们打败，虽然说是被打败了，但是没有彻底占领法国。他们为了还愿呢，就在这建了这个教堂。因为时代要求到他们是这次蜜月旅行400万里来到巴黎，今天晚上给他们安排了一顿神秘的晚餐。这个晚餐的地方，99%的人不知道在哪，但是哪怕知道地址，99%的时间，这个餐厅也不在这个地址。然后这个礼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凯旋门的这边。这是一个巴士餐厅啊，所以这个餐车是边吃饭它边开边走吗？对，它会开得很慢，但是它会把巴黎最核心的这些景点走一遍。而且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合适，所以它会从日落之前一直走到日落之后的夜景，还挺浪漫的哦，不愧是浪漫之都哦。而且这个巴车餐厅呢是不定时不定地点，就是你想订呢必须得在网上订，然后呢他会给你发位置，然后几点在哪儿集合，车会停在哪儿。啊，它这个餐车1楼就是驾驶舱啊、厕所呀之类的。餐车的洗手间还不错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它剩下车的一半就是餐厅。哇，这个窗户外面就可以看到凯旋门，然后它是一个全景式，上下左右都有玻璃。饭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景真不错。你看它这个杯子，还有专门固定的这个小桌子呢。对，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啊，它这个餐具就是一道饭，就是一个刀一个叉，然后一共就有4道饭。干杯！干杯！干杯！是第一次来这个餐厅吗？这是我的第一次，我见过了。他的听力和中文水平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要是房车有这么大，是不是超级无敌？那就是吃喝玩乐快乐车。在这里，你不仅能够体验到那种小偷之都的紧张感，同样还能体验到这个浪漫之都的浪漫感。这个餐厅它是没有菜单的，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主厨的心思，根据当地的蔬菜和新鲜的肉类，它每个季节会有不同的菜品，厨师做什么，咱们吃什么。迎着夕阳吃着晚饭。哇，这感觉真不错。这是一个三文鱼蛋糕，就是很新鲜的三文鱼刺身。如果你喜欢吃三文鱼的话，很不错。它这个摆盘的蘸料啊，就是沙拉和芥末。上了一个汤，看起来像番茄。它是一个冷汤，我本来以为它是番茄味很重，但是我吃下去之后呢，青椒的味道很重，整体呢有点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这个柱子是当年法国拿破仑缴获敌人的大炮融了之后铸成的这个柱子，主打2个字：辉煌。这就是巴黎歌剧院。这是一个豌豆肉，这个应该是鱼肉，很嫩，然后它应该是稍微的煎了一下，配着这个豌豆呢是甜口的，甜甜的，然后带点鲜。菲力牛排，越新鲜的牛肉它吃起来越平淡，没有什么味道，主要靠它这个酱啊，靠这个汁水啊来把这个味儿调出来。所以整体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牛肉。最后一道菜是个奶酪果酱和菜叶，它这边的食材就是很新鲜。哇，这个奶酪超级浓郁，而且是我非常喜欢吃的那种软奶酪。最后一个小甜品，今天的晚餐非常的圆满。怎么突然没光了？这个餐厅巴士呢，我觉得风景和吃的都还不错，但是呢，一个人要1200人民币，2个人就是2400人民币。你们觉得这个价钱怎么样呢？哇，埃菲尔铁塔晚上好漂亮啊！这个餐车居然还可以停着，我们看埃菲尔铁塔。
屏幕前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你们开心吗？哇，太漂亮了！就是看到这个灯亮开的一瞬间，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个场景，现实当中看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开房车从中国一路到这里，就是放大那种惊喜。希望能把这个喜悦分享给屏幕前的你，也希望你今天能有个愉快的一天。加油！加油！好，我们到站了，还是停回刚才上车的地方。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朋友们。感谢把我们送回来了，辛苦了，我们2年半的小导游。好，拜拜，辛苦了，拜拜。真的是超级充实的一天，让我们体会到了法国的浪漫与危险。没想到啊，就是我们过来续签，聊着挺投机的，我们就在一起转了一天。这里确实是如传言中的一样，是个小偷之都，同时呢，它也有它的浪漫在。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那就青山不改，历史长流。观众们，一起开始环游世界房车生活。晚安。